好，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目前缺乏足够武器应对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如果俄方继续远程轰炸，乌方防空导弹可能耗尽。他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援助乌克兰更多的防空系统。 泽连斯基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俄军继续像3月那样每天发动空袭，乌军的导弹可能耗尽。”他特别提到，乌方需要25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此外，在4月4号北约成员国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的会谈上，库列巴也呼吁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武器，尤其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We're talking about Patriots because it's the only system that can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But providing Patriots depends on allies. They have plenty of them. 一套爱国者系统通常包含8辆4联装导弹发射车。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等主要城市部署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援助的爱国者系统。一些军事分析师说，乌克兰曾用爱国者导弹击落俄军战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事援助，包括导弹、坦克、步兵战车、火炮、火箭炮等重型和先进武器，并训练乌克兰军队。此外，西方国家大批雇佣军帮助乌军作战。 乌克兰近来抱怨西方盟友承诺的一些关键援助迟迟不能到位，导致乌军武器弹药短缺。由于美国两党有分歧，美国政府提出的600亿美元对乌军援预算案自去年起一直被卡在国会。欧洲方面承诺的弹药交付日期也比原定计划推迟数月。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维修装甲车的设施、军用机场、外国雇佣兵部署点等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命中所有既定目标。俄防空部队击落大量乌军无人机，拦截1枚法制铁锤导弹和多枚乌军火箭弹。 俄罗斯炮兵和无人机还击中多艘试图靠近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舰艇。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6号称，当天凌晨炸毁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条输油管道，罗斯托夫州政府官员则予以否认。乌军方还称，乌军对俄军人员、军事装备集中区、防空系统等实施打击。 此外，乌克兰方面再次将袭击的目标指向扎波罗热核电站。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食堂区域和货运码头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在袭击中，3名核电站员工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对核电站及其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核电站能够抵御军队的攻击，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会影响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好，继续来关注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的访陆之行。7号上午，一行人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大雁塔等处参观。马英九表示，陕西一路的行程下来，见证了中华文明文化5000年的礼乐文明。陕西行程结束后，马英九一行乘坐高铁，于7号下午抵达北京，行程约为5小时。晚上又受邀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 马英九与台湾青年一行7号上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刘军五马衔杯文银壶，展示了唐代五马祝寿的真实场景。讲解员说，几百多匹马跳舞的时候，有马匹会跳到3层高板子上旋转跳跃。马英九观看这珍品时惊讶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马会跳舞。”在参观后，马英九有感而发：“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得益于几千年的文字流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骄傲。”他还回忆了在其任内任职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刘兆玄早年在湖南省博物馆参观时的一件轶事。他当时读出了一件器皿上的铭文，这让在场的一位外国女士大为惊讶。读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外国的女士问他说 ：“Are you reading that？” 他说：“你在读那个字吗？你们几千年的历史，你怎么可能读几千年的文字呢？”刘兆玄说：“几乎在台湾，在大陆，任何大学生都会读。”这代表了我们中华文化，它是可以流传下来的。观察指出，马英九一行西安的历史文化寻访之行，有助增进岛内民众，尤其是青年们的历史同源和文化认同感。马先生这2天是在这个长安度过了一个另类的长安的这个12时辰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台湾的青年学生，他与2000多年前的古秦俑去近距离的正面的对视的时候，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这样一种超越地域的这样一种历史的一个回望，那么
这样一种体验啊，可以帮他们更好的去追溯和还原他们唤醒体内的这样一种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这样一种基因。随马英九同行参访大陆的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访问团团长刘炳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大陆之行所见所闻与自己在课本上学的东西相比较，非常亲切，也非常震撼。我们要记得自己这个民族的血脉，然后记得文化这一点。那把文化传承下去，确实是作为民族很好的这必须要做的事情。深圳卫视注意到结束西安的行程，马英九一行于7号下午乘坐高铁抵达北京。随行的台湾记者还兴奋分享乘坐体验。我现在呢所在是这一次马大陆行的这个列车上面，我们正要从陕西前往北京的路上。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所搭乘的这个复兴号呢，它的车厢内可以说是行驶的速度相当的平稳，而且呢座椅相当的舒适，不止海绵很厚，包覆性很够。另外它的座椅上面呢都有配这个所谓的插头以及 USB， 方便着这个旅客乘客在这个列车上面办公需要充电的时候，包括你的3C 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它的座椅的部分呢，也可以自由调整，可以旋转，也就是说同行的旅客之间呢，如果要彼此交谈，也都是 OK 的。另外呢，这边可以讲一下的，就是在这个大陆高铁上面呢，其实都有所谓的5G 覆盖。你可以看到这些的5G 覆盖呢，都是免费，而且不用输入密码，相当的方便。据报道，在北京期间，马英九与台湾青年一行将参访长城、故宫博物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并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去年大陆高校组团赴台交流，带队的正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本次马英九及台湾青年一行将回访北京大学。另外，北京大学是最早面向台湾地区招生的大陆高校之一，也是招收台生规模最大的大陆高校之一。